这次搞的是一个宏基的暗影精灵，不对，这个是暗影骑士，惠普的那个叫暗影精灵啊，反正都是暗影系的。8代 i5 加一个 GTX 显卡。目前这个本儿的状态呢，可以看一下。插电，好像有待机电流，但是好像突然就没有了。拆到裸板之后呢，看了一下这个主要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啊，都是有的，没有短路。没有短路的话，这就可能大芯片没有受损，这好事儿。然后翻过这个主板反面来检查，会发现这个 USB 3.0 接口有过一次挺严重的打火，所以呢，它现在这个故障的情况，确实很有可能就是南桥短路了。但是呢，如果查这个 EC 旁边的这个电容也有短路的情况，所以我现在怀疑南桥可能是挂了，但 EC 也有可能是挂了。我刚才又研究了一下这个 EC 的电路图，然后我发现那个 LB2 电感的左右接地是对的，它本身就是这个 EC 芯片的接地电感，所以另外这个 LB1 这颗电感，它应该是一个3伏的供电。为了进一步排除这个 EC 作案的可能性呢，我还要多量2个信号来确定不是 EC 的故障。一个是它的37角 3.3 伏 EC 的复位信号正常的，112角可以看到它有 3.3 伏，说明这个信号给到待机芯片也是正常的，说明 EC 芯片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好的。所以罪魁祸首就是南桥。因为这个芯片呢是灌了黑胶的，所以拆南桥之前得先把胶出去，这样能增加拆南桥的成功率。风箱给到150到160度，这样不容易破坏焊点，还能拆掉胶。完美。这是这次买的全新南桥，一会儿我就给它弄上去。各就各位，走你。A few moments later. 贝尔斯小电池没抠，所以可能会多次重启。又重启了一次。屏幕点亮了 ，Good。开机测试了一下，发现这个 USB 口还有问题，所以我又拆机打开了。381正常，384正常。这个接口各个角位的这个对地阻值都是正常的，那它是什么问题呢？从这个角度大致可以观察到这4个里边的这个角位
是不正常的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又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5伏供电的脚位。本来我想直接换掉这个接口啊，但是我翻了一下，没有跟这个造型完全一样的接口，有的是并排的，有的是，反正就是总之跟这个电路板不是完全契合，所以我就直接在原接口上面改动了这个触点，现在看上去就很正常。全部装好之后，开机。看上去功能都好使啊。啊，这是之前损坏的 USB 口，测试一下。哎，稳稳的。哎，陆大师测试一下主要硬件的评分，然后看一下稳定性，这台机器就算搞定了。下回修点什么呢？下回再说吧，拜拜。好的，那么最后一次我们来决斗，最后一次最。